2021年8月，印度海军和阿联酋海军举行的联合演习，突然间引发了国内外军迷们的关注。演习本来没什么，主要是演习中阿联酋海军的拜努纳级护卫舰实在是太抢眼了。本期视频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拜努纳级护卫舰。该型护卫舰是一型轻型护卫舰，是阿联酋海军建造的一级全新轻型导弹护卫舰。虽体型小，但战斗力不俗。全舰采用了综合隐身设计，主要任务是在阿联酋领海和专属经济区执行巡逻、侦察、布雷、拦截和反水面战斗任务。在国际军贸市场上，中东国家一直以来在武器进口方面从不吝啬自己的金钱，通常只挑选最贵的装备购买，而且大部分都是价格高昂的美式装备。如此大手笔的行为令外界所有人感到惊讶，但中东的土豪似乎早已习惯这种方式。他们往往认为贵的武器装备性能就是最好的，因为便宜没好货，但这也并非绝对。各国武器装备的发展历来都是根据自己所面临的战略发展需求来决定的，并不是一切先进的武器装备就一定适合自己。武器装备的使用很大程度上讲究相互协同作战，但又存在相生相克的情况。当今世界无论多么先进的武器装备，都存在与之相对应的敌对武器。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阿联酋海军是一支以小型导弹艇为主的海军部队。两伊战争结束后，为了应对越发复杂的地区局势，阿联酋海军在90年代开始了海军大换血计划，打算使用10年的时间完成阿联酋海军的跨越式转变。先后考察了法国拉法耶特级护卫舰、美国的 FF-21 型护卫舰，甚至是荷兰当时正在研发的7省级护卫舰。然而，面对中东油坝各国厂商毫无底线的报价，使得阿联酋头脑变得清醒了起来。随后，从荷兰引进了2艘即将退役的科顿埃尔级护卫舰电打，之后脚踏实地地逐步采购新型舰艇，完成海军舰队整体大升级。在这2艘护卫舰的操作过程中，阿联酋海军发现，这种排水量3800吨的正规舰队护卫舰在波斯湾水域存在灵活性不佳、隐身能力差等缺陷。同时，为了优先替换阿联酋海军中的70年代服役的巡逻艇，阿联酋海军最终决定向外界发出了一种1000吨轻型护卫舰的招标需求。在考察了全球多个造船重头企业后，阿联酋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法国诺曼底船舶工业集团。自此，拜努纳级护卫舰的雏形便出现了。拜努纳级护卫舰由法国诺曼底造船公司联合阿联酋 ADSB 造船厂联合设计的一款70米级紧凑型袖珍护卫舰，先由法国色宝船厂建造的首舰，之后由该公司为阿布扎比船厂提供后续建造材料和技术，在阿联酋本国生产。设计基于 CMN 公司原先的 BR-70 型战斗舰舰体，除了少数部位采用铝合金外，几乎都是用高强度钢以及高舰艇的抗震性和抗打击能力。全舰主要突出了耐波性、潜水作战和高机动性。拜努纳级标准排水量仅620吨，满载排水量也仅有915吨。舰长71.3米，宽11.3米，吃水2.9米。船上编制60人。最初，阿联酋海军订购了4艘该级舰，2005年又追加购买了2艘，单舰造价1.25亿美元，再加上后期的维护保养和武器配置，最终价格肯定是要超过2亿美元，甚至接近3亿美元的水平。全舰采用了隐身的设计，以当时的角度看，这一设计思想是较为超前的。但是拜努纳级最吸引人的并不是这超前的隐身设计，而是它的武器配置。尤其是防空方面，拜努纳级配备了 ESSM 改进型海麻雀防空导弹以及拉姆近程防空导弹，组建了纵深50公里的双层拦截网。其中 ESSM 采用了 MK56 垂直发射系统，总数是8单元，分成2组，分别布置在后部机库的2侧。导弹最大射程50公里，不过采用的是半主动雷达制导，需要舰桥顶部的 NA-25XM 火控雷达提供照射服务。虽然导弹可以间断照射制导，但火控雷达数太少，还实现着全舰中距离的多目标交战能力。不过好在后部机库顶上还有一部21单元 MK46 拉姆近程防空导弹发射器，配备拉姆 Block EA 导弹，具备较强的近距拦截能力。除了防空外，拜努纳级的反舰和电子战能力也不弱。它在舰体中部部署了2套4连装飞鱼导弹发射装置，配备的是飞鱼 MM40 Block 3反舰导弹，射程扩展到了180公里，中段采用惯性 GPS 制导，末端则是用了新的 G 波段主动雷达导引头，
能够以 0.9 马赫速度掠海飞行，配备165公斤半穿甲战斗部。电站方面则是配备了泰利斯公司的电站系统，配套有 SLR-736E 雷达告警测频测向设备、ZS-4015E 无线电测向设备、NLWS-310 激光告警设备，以及德国 MASS 多波段诱饵弹发射系统。具备较强的电子防卫能力，对空对海探测主要依靠桅杆顶部的瑞典海长颈鹿3座标预警搜索雷达。该雷达外部使用了锥形雷达罩盖住，能够探测低慢小目标，对战斗机最大预警距离有120公里。拜努纳吉在水下探测方面比较欠缺，没有配备什么先进的声纳系统，但是有一个机库，能够携带一架5吨级的直升机执行反潜任务。除此之外，舰上还搭载有一门奥托梅莱拉76毫米超快速型舰炮，2座毛瑟 MLG 27毫米单管速射武器站，以提供较强的近防能力。全舰机动方面采用全柴动力，使用4组5000匹马力的柴油机，驱动3组喷水推进装置，因此该舰的速度和机动非常强，最高速度可以飙到32节，以15节速度航行，则可以续航4500公里。舰上能带8吨淡水，可以支持全舰55人，执行14天任务。整体看来，拜努纳吉采用了众多前沿技术，纸面作战性能看上去非常强大。那么实战什么样呢？2018年6月14日，阿联酋一艘海军舰艇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随后发生火灾沉没。这艘军舰基本可以确定就是阿联酋海军的拜努纳吉轻型护卫舰。无论现场情况怎么样，这个事件还是很有价值的。在大家印象里，1982年的英阿马岛战役后，似乎这是36年来第一艘被反舰导弹当场送到海底的，可以被叫做舰的军船。水面舰和艇的区别一般以500吨为分割线，因此这艘已经沉没的拜努纳号也算是在历史上留名了。在过去的36年里，反舰导弹也曾经击沉过民船，击伤过大型军舰，也击沉过冲锋小艇，甚至还有被不明武器打成2段的事件，但都没有这次这么迅速和完美。舰载武器装备性能之强大，完全可以用武装到牙齿来形容，却没想到被一枚山寨导弹拍到了海底。虽然到今天也没有阿联酋方面的官方消息发布，除了一段似是而非的视频外，没有任何影像资料公布。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击伤，也恐怕早有伤痕累累仍凯旋的照片爆出。阿联酋方面也没有任何辟谣信息发布。实际上至今为止，几乎没有舰艇是在电子战备状态良好运作的条件下仍然被反舰导弹命中的例子的。被命中的军舰要么是缺乏对抗手段或预知能力，要么就是人员操作的怠惰和失误导致的。如果该舰真的长眠红海，中东少爷兵的标签恐怕要变得更加鲜艳了。作为一吨900吨级的舰艇，拜努纳吉实现了很多2000甚至3000吨级舰艇都没有的能力，从性能和配置上来说还是非常亮眼的，尤其是防空能力。其实对于一艘满载900吨的舰艇来说，并不算很弱。虽然对于很多门类齐全的大国海军来说，这种堆砌5倍的多功能紧凑袖珍小舰价值不大，但是对于很多经费和舰艇规模不大的小国海军来说，拜努纳吉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比如越南海军这样的，其实就非常适合采购拜努纳吉，这比满载1900吨级的猎豹 3.9 级护卫舰要强不少，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了，关于拜努纳吉护卫舰的介绍到这里就结束了。有介绍不足的地方，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